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歌手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不是一个节目吗？那是湖南卫视的。这个公司的老板也是你不能因为湖南人就上这个节目了，是不是？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嘿嘿，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3、2、1，哦，烦恼都忘掉，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这里出现，嗨朋友，我们好久不见，最懂你的笑点，能唱也不丢脸，越做你的欢呼，我也做你的消遣。好朋友都还在身边，新朋友也走到面前，所以掌声别再收敛，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好吗？哦，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玩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掌声！就要感受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就要笑着，笑着，笑着。breaking，哎 breaking，我来 break 一个，我来 break 一个 break，来 break 一个，大老师，来一个，大家好，介绍邵刚老师了，对，还有我们脱口秀最好朋友张绍刚老师，就要邵刚。唯一一个没有麦克风的邵刚。再次感谢各位的表演，来热烈的欢迎新朋友周深老师，大家好；闫妮老师，大张伟老师，
创新的鲁豫老师，还有我们最可爱的邵刚老师。来，高老师，带着我们校团的朋友入座。来，1、2、1，走。不欢迎他们吗？不欢迎。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徐浩伦、谭笑文，谢谢，感谢魔力哥先生、哈嫂。我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今年不参加比赛的理由是？因为主持人还是你。他回答吧，这是谄媚的问题，我不好回答。要是撒贝赢就好了。哎呀，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其实这个舞台是不是很亲切？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怼你一下，每年到这个时候怼你一下。那哈曹老师今年不参加的原因是？我当魔力哥去了，我去。好，这样，在外面呢自由飞翔，好好唱，好好演。好嘞。好，混得不好还回来，再次掌声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比得开心啊！拜拜。我们这边。我们反正不比赛了啊，我们走了。拜拜。来吧，朋友们，各位好，欢迎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我是主持人张绍刚，欢迎各位光临。时间真的好快啊，就转眼又是到了脱口秀的夏天啊。去年脱友2做的挺好的，豆瓣上4.3万人观看的情况下，8.0分，8.0分。最高的时候甚至于还到过8.1，但是确实就有人给我就是在节目上就有那种留言啊，说啊没有你得火成什么样，说我啊，其实一个节目你说要那么火干什么？大家觉不觉得一个节目太火了很危险，对吧？流量很可怕的。是吧？说什么都会被放大、被过度解读。今年就也有人说是张绍刚主持就不看，很感谢这样的朋友，真的，我不是自暴自弃啊。如果你太喜欢我，就是冲我看节目，对不对？那不管我说什么，你都爱看，这样不好，太疯狂。当然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我知道看节目的朋友一定有不喜欢我的，但是不喜欢我你还愿意看，说明什么？说明这才是最理性的脱口秀观众，对吧？我以一己之力隔绝了多少疯狂的追星族啊，才筛选出来了你们这么优秀的脱口秀观众。不要嫌我话多啊，今年节目有变化。首先介绍我们的校友团，老朋友鲁豫、大张伟。鲁豫老师不用说，人鲁豫老师一在就让人觉得很安心啊。大老师，欢迎回家。新的老朋友，我太高兴介绍了，鸟鸟。第一位以脱口秀演员的身份加入校友团的朋友，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演员替演员说话了啊！演员朋友们不用高兴太早，说的不一定是好话啊。还有2位新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周深和闫妮。他们跟喜剧的关系深吧？妮儿姐不用说，对不对？《武林外传》里的佟掌柜深入人心，周深老师在综艺里面各种搞笑的名场面，各种出圈啊！一个被音乐耽误了的喜剧人。我还以为我就存在了刚才闫妮老师深入人心的深那儿。真烂这个。妮儿姐，我们今年的特邀脱友，妮儿姐也看了。妮儿姐看了很久的脱口秀，上台之前还在看。妮儿姐这1个月恶补了将近5、6年的节目吧。照妮儿姐现在的这个速度，马上就要看到庞博夺冠了。
舍得看完。慢慢看，好东西一定要慢慢的咀嚼。选手今年也有变化，很多老选手都不参加了，比如呼兰、毛豆、广智、漫才兄弟啊。但是声明一下，他们没有去对面的节目，他们是去 Gap 了，旅行，感受生活，开拓人生的视野啊！一句话说就是写不出来了。开玩笑啊，还能写得出来，有的人还写得多，写多到什么程度？人家开专场，所以希望大家今年多去线下看这些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的专场，好不好？有的老演员是在开专场，有的老演员当编剧了。广智今年和程璐都是我们的总编剧。大王到长安以后被赵安成编剧了，而且今年还是有很多看头。今年54组选手，虽然我们确实少了一些头部演员，但是有很多的底部演员。红岭里面抢肉吃，我们的基础非常夯实，底盘很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新人的表现，因为他们的每一篇稿子都是广智大王批阅过的，赛制有变化。既然叫脱友，重要的还是朋友的概念嘛，是吧？所以第一赛段叫做双人成行赛，两交友组队 PK。大家能看出来这个节目的挖空心思吧？两交友，但是我们不是找 CP 啊，就是恰好组起来了啊，千万不要磕啊，也不能起 CP 名，不能见超话啊。你要是实在忍不住想磕 CP， 就磕官方 CP 脱友和大众点评。你我的生活搭子，吃的玩的都有上亿人的真实评价，出门先看点评，带你发现好去处。毕竟它跟咱们节目一样，好不好大众说了算。虽然今天才是第1期，但是庆功宴的餐厅我们已经在大众点评 B 翅膀上挑好了啊。今天就淘汰的朋友也可以吃。等3个月才坐上我。新的一季即将开始。预热的掌声送给一会儿马上就要出场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哇塞，看邵刚老师走过来，为什么放这么性感的音乐呀？邵刚老师走路的姿势不太配这样性感的音乐。对呀，要不要重新走一下？周老师，您说一下赛制吧。坐。这个音乐跟你这个羽毛还挺搭的。宁儿姐，你不要被他们两个带跑偏。多好啊！周老师，第一次来会紧张吗？我当然会。哦，好官方啊！哇，那就好。你觉得你的压力来自哪里？压力当然就来自于，因为我是脱口秀的新朋友嘛，就是很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自己也会害怕，因为跨行业来观看，所以就是我觉得会担心这一点，自己说的好不好啊，可能也没人在意，但是我在意。总之就希望大家多多的谅解。谦虚了，老朋友其实老看咱们节目，是的，对，那特别熟悉。娘娘老师是第一个加盟笑笑团的编剧老师，所以你的心态是？对，我心里还是比较激动的。哇，这完全听得出来，太外露了，太外露了这个人。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基层员工，能做到这个岗位上，我觉得节目组非常照顾我们啊，就是可能也会给演员一些动力吧。还有我也想了很久，节目组为什么会找我。然后我现在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脱口秀演员坐在这儿需要一个内蒙户口。太谁了？就是请不来故人，就请来一些故人故乡的人。但我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的。欢迎娘娘老师。宁儿老师，
对今年有什么期待？期待我好好看。你拍灯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我就是点燃我吧，反正我就什么能够点燃您啊？我们特别想知道。有共鸣嘛，大家在一起哈。是的，是的，是的。今年我想的就是，首先是快乐，其次都是其次。那是必须的。其次的都是其次的。好的。对，所以能让您快乐您就拍，是吧？对，如果感到快乐您就拍灯，是不是啊？共鸣，共鸣，一定要共鸣。鲁豫老师，因为好多新人他在这个舞台上是线上演出的首秀，这是我特别期待的啊。还有期待新大王的诞生。哦，我觉得是瑞瑞，我觉得也是。大老师，哎，你的期待值在哪里？我期待你能有个灯啊，所以我期待您能有个灯啊。但是少光老师其实也没有必要有这个拍灯，因为他本身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灯味已经很足了，是吧？主持人，怎么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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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歌手麻烦回来。哎，来。大老师，你的期待？我就是期待那个能看见新面孔啊，因为这个，哎，大家知道，因为上我们节目组跟我们对的时候，咱们脱口秀其实从脱口秀大会到现在已经10年了，然后一波新人换旧人的，我觉得这样特别棒，而且鸟能跟我们一起看，我觉得特别棒，因为以前呼兰他们，我老问他为什么不能台上跟我们一起，他说他们以前会觉得不好意思评论怎么样的，但是鸟破壁了。我觉得特别棒，这一次全是新的感受，特别好。我发表一些感想吧，我也不是评论人家。对。您这个高领高到已经就快挡眼睛这儿了。鸟鸟有点紧张，鸟鸟前2天还给我发微信说他很紧张，我说你为什么紧张？但是他莫名的就安慰了我，因为一个人比你专业，但他也会紧张，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尽情享受这个舞台，因为所有人都紧张，都会兴奋。我们一定是享受，各位，在我们享受的同时，我们还有需要感谢的朋友，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感谢一直在支持脱口秀全国各地的俱乐部的主理人和代表，今年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每年这样的大聚会，因为有你们平日里的辛苦经营，所以才不断的给我们贡献着最好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说今年的规则，这么多年我们的舞台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介绍新面孔，介绍更多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但是我们的名字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既然说朋友，所以今年我们打一个主题，就是大家不要孤军奋战，因此和朋友们并肩作战意味着第一赛段是双人成型赛，54组选手已经在赛前两组队组成了27支小队，他们将以队之名来争夺晋级的席位。27队抽签成13组对战关系，12组2v2加1组2v2v2。今天了。第一赛段的双人成型赛2轮 PK 结束之后，如果其中一队2轮全胜，另一队2轮均落败，则胜利队完整保留，小队全员晋级，落败小队将解散，队内选手全部进入待定区。如果2支小队各赢了1轮，那么2支小队都要解散，各自队内票数更高的选手晋级，剩下的一位暂时待定。所有表演结束后，从待定选手中按票数高低补足晋级名额。本赛段共有42个晋级名额。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拍灯。我们今年笑友团还是一灯是1票，但是如果出现5灯全亮，就会翻倍。如果5位你们5灯全亮了，5票变10票，最后拍灯那个人反而是翻倍的，是不是？是的。结合我们现场200位现场的观众，本赛段满票是210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拍灯的标准要更享受。
不要有压力。现场的各位朋友，不要看他们，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快乐，随时按手中的投票器，好吗？来，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第1赛段正式开始。第一组要 PK 的2个队伍，首先我们有请的是第1支小队，张俊、曹国。大家好，我是张俊，职业是脱口秀演员。全世界菜到处乱飞，西湖醋鱼静观其变。我现在在上学，这1年就是在纽约生活，然后我也一直在很认真的在做自媒体这事儿，拍了一些 vlog， 也受到了一些喜爱，就非常的感谢。曹国是我的留学中介。大家好，我是曹国。他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他去哥大读书是我帮他做的申请。你也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其实我觉得有劳动关系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稳固了。还是钱最能绑住人。其实我这个人很抽象。我也经常帮他录他的曹国秀。大家知道张俊是对录节目这个事情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对，我对淘汰挺有经验。对，就是可以做自己，就不用特别绷着。我过去我说组队，他说好。对，他过来的时候不小心手碰到我的手。是 ET， 你见过吗？要和张俊、曹国 PK 的另外1支小队。掌声有请高寒和赵越。他剪头发了，他把头发剃成了。原配。我的队友是高寒，我们是在22年的训练营认识的。跟他在一块儿挺舒服啊，他很擅长破冰，我就站他旁边，他就是我的破风手啊。哎，谢拐啊！赵越里面我替赵越贴吧。行，这直接就赵越，这个直接写赵越啊，他只想交赵越这个朋友。哦，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你俩的关系。又像这块木板，为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啊，对，因为我没想好咱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咱们就像这块木板。我面对镜头我就紧张，就会装。我基本不说岳哥啥呀，他老夸我。我喜欢这个忧伤的脱口秀。我这脱口秀里刻意的忧伤，但岳哥他就是自然的忧伤。岳哥的段子有那种无可奈何、安之若命那种感觉。接下来我该怎么说你呢？这只能你说一大堆，我是一个牛。有没有队长？没呢，这2个人还有队长，这2个人队长也太官僚了吧？这不是大怪和小怪吗？好，所以你们俩现在是大怪和小怪。咱们俩是赵越和高寒，对。你最喜欢的对不对？对，我觉得他特好，真的觉得他特好。首先要登场的一位老朋友，留洋归来。本赛季第1位开场演员，热烈的掌声送给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你们好。
很开心又见到你们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 vlog 博主。装什么呀，张军？去几个月呀？今年本来不打算回来比赛的，想要逃离这个用成绩来论资排辈的东亚节目，没有成功，因为节目组也给我打感情牌。喂，俊啊，今年还回来吗？哦，不回来，忙是吧？忙点好，忙点好。你也长大了，去这么远的地方，想见你一面也难啊。有机会还是回来看看吧，我们还能活几年呢？以后回来想见都见不到了。对了，今年录节目通告费涨了。早点说，你说那么多干嘛？早点说这个，我直接从导演衣柜里面跳出来，哒哒。我对我们的文化好像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刚落地纽约，我有些朋友就带我去吃中餐，我还没消化呢。我以为他们是怕我吃不习惯，结果他们只是想让我尝一下这家中餐馆到底正不正宗。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因为你刚来这个国家，你还没饿过。我好害怕啊！但他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一边点菜一边说：“这家其实相当正宗，这家特别正宗，这个比国内还正宗。”哇，倒反天罡，特别像鉴宝节目，他们就是顾着老头，我就是那个专家。专家要是说不正宗，他跟你急，你懂不懂啊？这家东北菜是当地最正宗的东北菜，你懂不懂啊？然后老板走过来，猴不猴气呀？袅袅地灯。吃了不少中餐馆，都很好吃，就差一点味儿，不知道差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在唐人街吃饭，听见隔壁有一个华裔妈妈跟她女儿说：“我跟你爸在美国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上一个好大学。”我说这中餐太正宗了，这太正宗，就是这一小撮愧疚感。我说我这个剁椒鱼头怎么有点淡？原来是少了我的眼泪。有些美式中餐它好吃，但它不正宗，因为它最后总是要给你一个幸运饼干，里面有个纸条，写一些特别正面的话，人生勇气惊喜。不要，你要正宗的话，你打开里面写你又在外边吃饭。正宗是一种文化氛围。有一次我有几个朋友带我去吃，他们是各个国家的都有，他们带我去吃中餐，我一进去就感觉这个地方不妙，不正宗，因为那个服务员问了我一个特别陌生的问题。他说：“你有什么过敏源没有？”我没有，但他们都有，就我没有。我就问服务员：“你有什么推荐吗？”他们怎么都有？我朋友他是个美国出生的华人，开始报自己的过敏源，跟报菜名一样。我花生过敏，大豆过敏，鸡蛋过敏，还有乳糖不耐。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相当正宗的中国人。因为我第一反应是你不吃就滚。你别影响我点菜行不行？你忍一下不行吗你？我说的都是老一辈会说的话，你就是饿少了。或者追问他，我问一些奇怪的，我说你花生过敏，他说对，我说那花生碎呢？他说也过敏，我说那花生露呢？他说我不是对花生的形状过敏。可是我想吃花生，我就说你得学会吃花生，你不会吃花生，以后进了社会要吃亏了你。我为你好，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需求是完全合理的，就应该这样。我只是很嫉妒他可以这么坦荡的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然后服务员也特别配合，好，还有呢，还要什么呀？3个过敏1个不耐，你还要什么呀？再来一个，今天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那不行啊，我有鼻炎，我冷空气过敏。这怎么行啊？
我们顶多拒绝一下调味料，所以很多人网民写不吃香菜，没有人写不吃花生大豆鸡蛋牛奶，因为这就是一杯奶茶的成分，你知道。我有时候真的想犯贱，你知道，先生您喝什么？我要一杯他的过敏源。这个特别尊重人的吃法是正确的，只是不正宗而已。我吃中餐的时候说不是很难的，你要来来回回的。我每次说不吃什么，我都有一种麻烦别人的感觉。所以别人问我你有什么忌口吗？我都这么说，我说有，但你都可以放，我挑出去就好了，就这样，我挑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筷子，为什么我们用筷子？方便挑出来。啊，厉害啊！我现在筷子用可好了，我香椿炒鸡蛋，我把香椿挑出去；小葱拌豆腐，我把葱花拌出去，再把大豆蛋白分子也挑出去。我现在筷子用可好了，我可以夹断化学键，你知道吗？说不是很难的，就算你不吃，人家也要给你夹，夹的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你尝一下。哎，你尝一下，你是不是嫌弃我？当然了，我家吃年夜饭的时候要一副公筷。年夜饭呀，年夜，那个边界感黏糊的，真是。你试一下年夜饭的时候要一副公筷，所有人都，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嫌弃你爷爷有甲肝是吧？爷爷有甲肝。算了，我挑出去就好了。这次回来就是10天前刚回来，这每天熬夜，然后黑眼圈，然后掉头发，非常非常辛苦。我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欢乐。是，我在段子里加了一点愧疚感，现在是正宗的中式脱口秀。还是希望我的原创节目可以多活几年吧。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相当完，投票。哎，谢谢。谢谢张俊的表演，来为张俊投票，倒计时。谢谢。投票通道关闭。周深，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年夜饭那个梗？太感同身受了啊！根本就忍不住要拍那个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亲人们吃饭，就是。我当时我只能接受那一份亲情。没明白，说完那个螃蟹腿让你再说一口，我怎么一块说啊？对，就完全就是感同身受，所以肯定得拍上这个。鲁豫拍的点在哪儿？因为那是特别张俊的表达。他就瞬间一句话，他说啊，爷爷有肝炎，就前情往事全都出现了，特别张俊。袅袅是拍的最早的哦，因为我觉得开场很难，果然有内蒙的这个味道。还有我感觉张俊从那个脱口秀的起源地回来以后，确实舞台风格也放松了很多。谢谢。我就是那个筷子那块儿啊，他说就是筷子用来挑东西的，我说对哈。然后就因为那个张俊的脱口秀经常是那种说一堆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道理，然后你听着听着好像是对的，然后就被听进去了。那一下我觉得特有张俊的思考，就拍了一下啊。妮儿姐之前就很喜欢张俊，对，喜欢张俊的点是他有时候什么这个。那所以这次真的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其实是因为最近1年多都一直在做自媒体，其实都是网上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场见到人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您自己做那些 vlog 的点赞非常非常高嘛，都是10万加各种，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这些 talk show 的片段，然后发出去
会做这样的比较吗？会吗？我觉得是两种形式，两种表现形式，所以都很好玩。那张俊这次回来参加比赛，有没有给自己在心里面设目标？有啊，我说这句话可能会，他们肯定会说我特别装的。不说也会说一句。就是我回来其实想要，怎么了就？我想要创造自己的文化现象。好装啊，Dream！我要创造我的没文化现象。滚！哎，跟我们聊聊，比如说，就你在纽约待了1年了，对不对？大半年吧。那要是去纽约，最不能错过什么呀？流浪汉。绝对是当地的一个景点。哇！我一般觉得去外国最不能错过的是回北京的飞机啊，要不然真的是很难赶上啊。哎，张俊，你说你在外国吃的都是美式中餐，那既然都回国了，那就多吃一点正宗的嘛。是。推荐你使用大众点评必吃榜，上面都是大众亲测好吃的口味之选，跟着他吃就对了，也绝对不会再被老板问东北菜猴不猴吃啦。哎，周老师，我告诉你，真的不得不说，这个大众点评啊，为你好，更为观众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说？现在上大众点评搜索关键词“猴鸡”，看看你身边的必吃榜，更有必吃套餐5折起，半价神券天天抢，还能抽取脱友3第4赛段来现场支持你最喜欢的选手的机会，加油，各位！快来吧！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张俊。好嘞。张俊他要创造现象啊！哇塞，这个很牛的，挺厉害的。谢谢。这次时间非常紧张，是因为到5月初我还没有决定，非常临时的决定回来。我很害怕写一些特别浅的东西，对不起观众。创造一种文化现象，在喜剧这个领域的意思是用你自己的喜剧哲学去吸引观众，找到一群同样喜欢你这样喜剧哲学的人，这样一群人聚集起来，会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我说我这个剁椒鱼头怎么有点淡，原来是少了我的眼泪。而我只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我想要找到这群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去年在这里怼天怼地，但是认怂速度非常快，掌声欢迎高寒。大家好，我叫高寒，然后我这个人非常有文化，从小看书，小学看《论语》，初中看《史记》，高中通读《小时代》全集，然后大学加入了文学社。当我发现城里文艺青年看的书我没看过，第一次聚会一个人说他喜欢萧伯纳，我说喜欢有啥用？你得跟他表白呀。就听他们聊作家，我真害怕。就聊什么啊，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我说啊，一寸长一寸强是吧？那我喜欢达拉崩巴版的北迪比都不弱。那个场合。那个场合，每个人都太装了，都在那啊！我想要创造一种文化现象，就我就不敢吱声。这时候两个人吵起来了，一个人说：“他说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啊，就是徐安冲翻译的最好。”另一个说：“那你太不懂了，太外行了。包法利夫人你得看李建武翻译的。”我一看机会来了，我一句话给他俩都镇住了。我说：“包法利夫人就得看英文原版。”
我们社长说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人写的。哎，现在回想感觉真挺愚蠢的。就你喜欢的作家跟你本人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偶像是列夫·托尔斯泰，我就厉害。那我偶像是俄罗斯沙皇，给你偶像抓起来。抓起来。当时最愚蠢的是那种死亡崇拜，为了显示我才是最文艺的，我说我打算30岁就自杀。社长说太晚了，他说我25就死。我说完了，大意了，早知道我说25好了，我说25，他今天就得死。其实我很崇拜社长，他看过很多书嘛。为了追赶他，我开始恶补，1年看了100本书，终于成了真正的文艺青年。但有些人开始歧视文艺青年，说文艺青年娇柔造作，无病呻吟。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我不光是文艺青年，我还是一个古风小生啊。文艺的时代过去了，但社长好像一直活在过去。他毕业不工作，带我摆摊卖他自己写的诗，说挣钱分我一半。一直摆到第5天才有第一个人来。那人看了2页，他说：“哥们儿，你俩是不是把 QQ 空间打印出来了？”那天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跟他大吵一架。我说：“诗人就是狗屁不是。”他说：“不是的，诗人是神的代言人，神有想说的话会通过诗人来表达。”我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在东北叫出马仙儿。”那天大雨把他的诗都浇透了，他说了一句我铭记一生的话，他说：“我看见上天在为我哭泣。”我写的都是些什么垃圾诗？我说：“社长别这么说，这些不是垃圾诗，这些是湿垃圾。”之后我们就不联系了啊。我们下次联系就是2025年，去年我们社长28了。按理说他已经死了3年了。他微信给我发了一个拼夕夕链接，让我砍一刀，太幻灭了。就咱文艺青年玩的 APP 不应该是豆瓣吗？那天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点开了豆瓣，跳转到了拼夕夕。我真崩溃了，我说你咋不写诗呢？你不说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吗？他说那是以前，现在诗人是牛翠翠的代言人。我说这都是啥呀？拼夕夕牛翠翠，高涵涵心碎碎。是心碎碎了哦。晚上我喝多了，给他发微信，我说社长，我们还能文艺吗？他说来不及了，我已经看了100多部红果短剧了。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庸俗，但庸俗是一种投名状。想进入社会就要处理掉文艺的自己，所以现在社长没有生存空间了。之前我们的文艺都能发表在 QQ 空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应该感谢腾讯这么好的平台。巧妙了。这个是我的投名状啊。你们也能听出来，我现在非常庸俗，可以说是一个下里巴人。可能有朋友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啊，没关系，不知道下里巴人啥意思，说明你是一个下里巴人。跟我一样，跟我一样。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彻底庸俗，因为每当夜幕降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偷摸文艺，真挺好的。因为在文艺的世界里，再厉害的人你都可以瞧不起啊，什么你是185黑皮体育生。不好意思，我比你文艺。
啊，什么你爸是大老板，不好意思，我比你文艺。啊，什么你长得像杨幂，不好意思，我爱你。文艺真的非常好，非常好。我看有的演员演的炸，我就嫉妒就难受。但用文艺的角度想，一下释怀了。他为啥炸？因为他讲的是商业脱口秀，爆米花脱口秀，太俗了，俗不可耐。为啥有人说，哎，高寒讲那啥玩意儿，冗长无聊，莫名其妙，给我看睡着了？因为我讲的是文艺脱口秀，脱口秀贾樟柯。为啥冷场？因为高级啊，又高级又寒冷，这就是高寒脱口秀。所以我讲脱口秀不是为了炸场，是为了让你们思考。经常我一个梗抛出去，现场就陷入了鸦雀无声的思考。有一次大家正思考呢，有个人竟然笑了。我说谁呀这么不懂事？我在台上就找啊，找了一圈没找着。后来抬头一看啊，原来是人类一思考，上天发笑。哎，好久不见了，上天！上次见你还是在那哭泣呢。作为文艺脱口秀的领军人物，我将讲一个中国脱口秀史上最文艺的结尾。说，顷刻一声锣鼓歇，谁给我鼓掌，谁是爹。高寒在我心目中就一直是个荒野孤侠、南海一霸，就是这么个人啊，还自己故意讲一些报菜名似的人名啊，就是说一堆书名，显得自个儿很文艺。这件事儿又欠，但是你又让你爱他的那种感觉。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各位，倒计时，3、2、1。哇！哎，太棒了！开始没脸没皮了啊！冠军的舞台上了，哇，厉害厉害厉害！你是哪个点拍的，大老师？啊，我在每一个点都想拍啊，到腾讯那块QQ 空间都想拍啊。高寒老师如此巧妙的植入，然后如此好的就特别棒啊，真的好。我觉得他这个点非常密。高寒哇，太有才了，哇塞！你说古代只有4大才子，没有5代，因为他的现代，你知道吗？哇，他太厉害了，哇！你要在古代，你绝对是5大才子。大家现在都已经不吝夸赞之词到如此程度了。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文本，非常喜欢。谢谢你。他说有一个，其实文艺其实是不逢春的，这个是我拍的点，因为文艺真的是小众的大众点评。这话说太对了，再小众也需要大众来点评啊！这妮儿姐，您这个植入才非常的突然和合理。来，妮儿老师，您继续。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一直去追求的，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一定要有你最纯粹的、最简单的、最执着的。瞧瞧这排比句啊！这样的一种追求，我觉得高寒的内心是在高处，这个我是喜欢的。不，我在低处啊。你说夸你也不行。我，这个，那个，这位嘉宾叫闫妮儿老师。对，我叫闫妮儿。不是，你知道吗？都高了，不是。高寒，你是不是第一回被夸晕了？已经，就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少说话。不是，因为刚才我想拍个马屁，我在措辞，不是那个。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这是我的一个
严宁的老师内心在高处。周深，对不起，我想小小考一下，因为我刚才拍的点在达拉崩吧班的贝利布多比利蹦。其实是出于礼貌性啊，觉得他都 cue 我翻唱过的歌了，但是后面非常感谢你解救了我的内耗，因为我觉得会不会观众觉得我，觉得就是只是出于礼貌拍的灯，但他后面的点越来越多，我觉得啊我就放松了。我想考一下，就你知道巨龙叫什么名字吗？昆图库塔卡提考特什么苏瓦奇拉松。不是，但我插一句啊，这个是我好几个月之前就这么讲，我不知道周深老师您来当这个领校员，我这个是，对，这个就可能就是缘分吧。哦，那我这里还有第2关，你知道？你知道巨龙怎么叫吗？因为很多人唱这首歌都会背他们名字，但没有学中间那一段。巨龙怎么叫？不是啊这么叫的？可以学一下，我那首歌中间的版本的巨龙叫，我想一下怎么叫。怎么叫？其实我脑袋知道这么叫，我是嗓子不允许。那你都姓高嘞？非常感谢周深，这是我们节目3年以来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评价一位脱口秀演员的表演。苗条老师，我拍在那个稍微风格有一点暗黑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段子好像现场效果就是没有那么稳定，但是演员自己就是喜欢，然后他就留下了。我觉得这个创作的心态我也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试的时候都很顶，所以我全留下了。没有什么故意谦虚，说都是冷场啊，没有任何想要谦虚的打算。鸟鸟，你误解他了。只是真实的表达，这就是高寒，这就是文艺青年高寒。看他个性签名是，他既想死，又想去巴黎。说的第一句话，我说恭喜你，你现在是我微信里第7个既想死又想去巴黎的人。就这句话，我喜欢那个包法利夫人，因为我一直都不是文艺青年，其实我是一个啥呢？其实吧，我是一个短视频青年，我最爱就是刷短视频。其实我从根上说，我没怎么看过书，我那个算把书翻完了，我觉得不算看。玄幻小说、8伙处对象故事的，我看不上。我确实挺庸俗，因为我本质就是庸俗。这个有人问过这个博尔赫斯，说这个文学有啥用？博尔赫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问这个晚霞有啥用，因为晚霞就是晚霞。这种文艺或者庸俗，我觉得无所谓。我不怕自己变庸俗，因为人活着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不庸俗。接下来我们再把海外归国的朋友也请到台上。哦，他们俩。各位到了要公布票数的时候，2位得到的校友团的票数全部都是满票，而在现场的观众投票结束之后，他们的票数分别是，请看。觉得比我想象中要更顺利，观众对我的接纳程度要更高。第一轮不可能被淘汰，那稿都在那摆着呢，就是。哇，这2个有点难取。很近了，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晕了。张俊203票，高寒198票，目前高寒暂时落后，所以张俊的战队积1分。再次掌声送给2位。来，回到位置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每个人感受还是会不一样。而且他是第一个上来的，观众也愿意给。对，因为第一个很难。对。张俊战队的第2位，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是一位新人演员，掌声欢迎曹国。大家好，我是曹国。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留了一个比较短的刘海过来。我16岁就开始脱发了。当时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家人都过来安慰我说：“曹国没关系，聪明的头上不长毛，聪明绝顶。”但我根本不要聪明，我要顶。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各种搜怎么办，但是我发现没有任何科学的方法可以根治脱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尝试一个偏方，要我多吃糖油混合物，抽烟喝酒加熬夜啊，长期坚持就可以让我的脑功能下降。我要根治我的聪明。当时我坚持了1个月。测了一下我的 IQ， 测出来130，我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别人什么都不用干都可以笨笨的，我这么努力了还这么聪明呢？脱发这个事情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般的男孩子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大个3、4岁很正常，我不一样。我看起来永远都像一个比我的实际年龄大10岁，但是保养的还可以的男人。很多人评价我的表演风格，说我有一种浓浓的死感，问我是不是经历了什么。我经历了16岁开始脱发。但我认为我的这种死感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我的普通话。我其实是一个湖南长沙人，我正常讲话是这个味道的。这个味道的哟。然后从16岁开始脱发，我就一直在适应脱发这个事情给我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比如我开始慢慢的习惯每次洗头的时候用越来越少的洗发水。16岁的时候我洗头发还用1到2泵的洗发水，现在我洗头发的话只要1泵，挤到一个50毫升的分装瓶里头兑满水，然后每次洗头发的时候就舀起泡，用1到2个泡泡就够了，用3个就洗不掉了。脱发之后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变了。比如说一瓶500毫升的洗发水，对你们来说就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在我看来，这就叫传承。这半瓶洗发水是一定会上我的遗嘱的。当然，最让我不适应的，还是我的洗面奶越用越快了。一直是往上走。对，后来我脱发越来越明显，我就去找一些比我更资深的脱发人士咨询一下，学习一些经验。我有一个比我脱发早几年的男性朋友，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边上的头发留长，然后盘过来。我当时看着他这个秃顶长发男，感受到了一种叛逆的油腻，感觉到像一个很喜欢摇滚乐的公司领导，每天在办公室里喊开会，开会。我还有一个朋友是那种地中海型的头发，就中间已经空了，但周围一圈还有头发。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边上这一圈都留长，然后扎成一个丸子盖在上面，像个茶壶的盖子一样。确实看不见他的头皮了，但是我说你这整个头上的头发扎起来就一个撒尿牛丸那么大，还是有点明显的嘛。我也采取了很多这种补救的办法，比如吃一些生发的食物，涂一些生发的药物。然后我额头以上的部位就越来越秃，我头上其他地方就毛越来越多。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走的是这种南半球的性感风格，北半球确实长不出来了。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韩潮、日潮、国潮，我喜欢清朝。我在穿搭这方面从来不在乎什么 city 不 city， 我一走出去，别人都以为我出生在 Forbidden City。
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个事实，就我以前其实是真的留过刘海的。刚开始脱发的时候，我的刘海像一个那种明星的保镖一样，在外面维护我的尊严。看什么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看什么看？等我过了30岁之后，我的刘海就有点慢慢的失控了。我一出门稍微一不注意，我的刘海就像个变态一样在那。所以我赶紧把它给剪了。我也没有准备去植发，因为其实我的发际线还没有稳定下来。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很积极自信地面对脱发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对，我老婆她本科和硕士读的专业叫做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方向是毛囊再生。这不是段子，也不是巧合，这就叫缘分。哇！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他说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们实验室在招志愿者。我当时就把手搭他嘴巴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失去我头皮。当时他的硕士论文要用全英文写，虽然我对于生物医学工程的知识完全不了解，但是我英语还可以，所以我帮他改了一下用词和语法。当我反复看到 fail 这个词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已经有点乱了。等我在结论的地方看到 impossible 的时候，好残酷。我选择了相信爱情。对，23年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了。然后当时我得知脱发这个基因80%的概率会传给儿子，所以我当时真的好怕我老婆会生个儿子，这个根必须给我断在这里。所以在陪我老婆去做产检的时候，我就凑到医生边上，我说：“医生，我知道不能查性别，你能不能帮我照一下发际线啊？”最后还是很幸运生了个女儿，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概率会传给她，所以我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会给我的女儿的人生带来困扰。但有一天我女儿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一天晚上我跟她读故事的时候，她突然转过来对着我说：“爸爸，你好漂亮，你的头上亮晶晶。”我当时真的觉得我的女儿眼睛里都在发光，仔细一看是我的额头的反光。但不管怎么样，我女儿这一番话让我就接受了，我就是一个聪明的靓仔。谢谢大家，我是曹国。喜欢曹国的表演，为他投出宝贵的一票。锁票倒计时，投票通道关闭。所以张俊，我想问一下，你是他的队友还是对方派来的卧底？真的很好笑，我觉得啊，对啊，因为我们感觉可能观众不会特别接住，然后那个尴尬我就觉得很好笑。我明白，对你懂吗？就是那个，就是兄弟之间说这块肯定会垮，但是他居然就愣眼了，就好玩啊。对，就是这个感觉。我其实一直脑海里有个疑问，就是那为什么不去植发呢？后面他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我说就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我其实，在一开场第一句我就想拍啊，有2个地方我都想拍，但气口都没找到。第一句话是他说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刘海来的，我是愣了半秒钟就错过那个气口了。下一个气口他讲的就是洗面奶越用越多，我又愣了半秒钟才反过神来，但已经错过那个气口了，所以等到下一个，我觉得非常棒。就说我梗太密了呗，我知道，对。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棒，因为他一开始讲脱发，我其实内心里咯噔一下，我怕又是一个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梗，但是他从头到尾就是围绕脱发这一件事儿，能够一再往下的翻，一再再往上翻，我觉得非常好。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刚才鲁豫老师说的，总有半秒钟，但是这就是他的表演风格。对对对，金琢磨，金琢磨。
我其实也是想在洗面奶越用越多那里拍，但我又很担心会打乱曹国老师的节奏。对，然后我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曹国老师是一个线下特别著名的节目《曹国秀》的主持人。万一以后要上的话，还要处好关系。对，对的，约我档期。考虑长远。我想补一句话，曹国是我唯一的一个，我一边听着现在，一边要想着刚才那个梗，是处于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听的过程有点前拉后拽。对，我得拽着前边，再想着当下，然后准备的下一个，所以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连在一起的一个状态，非常神奇。哦，时态很完全啊，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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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曹老师他的这个整个他的这个镇定，包括他说的那个缘分，我还是挺喜欢的。我选择了相信爱情。作为观众来说，其实看你会看得更清楚，因为他出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演的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你在硬着头皮演。然后呢，看，来，再次掌声送给曹国，谢谢。你怎么回事？曹国要 PK 的朋友出现了，去年匆匆的来过一轮，掌声欢迎赵越。我喜欢。大家好，我叫赵越。哇，超级无敌喜欢他。剪头了，早知道把头发给曹国了。我不要，我不要。这个是我的新发型。之前没剪头发的时候都说我长得像壮壮妈，先把头发一剪，他们说有点像房主任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和我妈的一些事，之前在节目上从来没提过她，现在有些网友让人无法想象，我在节目上没讲，他就以为我没有。其实我有。我妈她是农村红白喜事的服务员，她一天可以挣50块钱，但也不是每天都能挣50啊，因为天天挣50，村里人也受不了。我怀疑我们村以前是个县。我妈下班一般很晚，有时候给我带些吃的回来，黑着灯就把我叫醒喂我吃，吃完又让我赶紧睡。所以很多东西我吃过，但我没有见过。她也带我去吃过很多村里的流水席，哎呀，流水席可太好吃了，我至今都记得我们村首富他奶死的那一次，席上的菜一个比一个硬，吃一半我骂自己，这就饱了？你平时不挺能吃的吗？我在他家一共吃了7天的席，下葬那天我哭得最大声，我是真舍不得他奶。后面几天看到他家老爷爷，都好想说上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是开玩笑啊，我还是希望爷爷长命100岁。我妈这几年已经来到城里当一个正式的餐厅服务员了，因为在村里很难接到活了。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老人也长寿。老人长寿就是在等年轻人结婚，两拨人杠上了。年轻人不结婚，老人他就硬长寿，把我妈活活耗在那儿了。我妈是在一家日料店上班啊，真没想到，我们村第一个进外企的是我妈。她很担心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老问我说：“妈，当服务员你会不会觉得丢人啊？”我说：“妈，
丢人这事儿我从不靠父母。我妈说你这窝囊话说的真霸气。我真不觉得丢人。我之前干过服务员，那会儿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妈是服务员，你现在也是服务员了，那你们家是服务世家呀？我说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出生第一句话就是 May I help you sir？ 我妈这工作经常要加班，有一次去看她都快下班了，还是会来人吃饭，我也劝我那个不好意思哥，咱这儿快打烊了。那个人不听劝，说没事没事，我吃得快。他是吃得快，但他喝得慢。喝完还教育我说：“兄弟，你听哥一句劝，以后要是有女的说爱你，千万不要信。”我说哥，以后要是有男的说他吃得快，你也不要信。我妈在城里比在村里舒服一些，因为在村里的舆论压力很大。在村里，你要是7点不出门扫地，村就说这家人完了，懒。但你7点扫了地又能得到什么呢？就能得到一个评价，叫这个人勤快。勤快就像锁链一样，把我妈在这儿锁了半辈子。我妈来到城里，感觉终于有了自己的带薪休假。休假她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回村，有时候就半天假，她要回去给地里浇个水。半天假不是我妈的极限，是村里水泵的极限。她活得像阵风。城市尚未觉察他的离去，土地就已知晓他的归来。有点文艺了，厉害了，厉害了！哎，高寒有对手了，对。我妈不怕吃苦，她觉得苦1年又不是苦一辈子，但其实一辈子就是1年1年苦出来的。我说妈。我说妈，我这2年在外面挺厉害的，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有啥想干的你告诉我，有什么梦想说了我就能给你实现。我妈说她想当奶奶。我说妈，我错了，我在外面啥也不是，对不起。现在身边人结婚，我都不敢跟我妈说。去年我发小结婚，我妈还问我说：“那个谁结婚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呀，这多少年都不联系了。”我妈说：“你是伴郎，你不知道啊？你咋光骗妈呢？你咋就不知道着急呢？我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你了。”我说：“妈，我25岁不也有你吗？”这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咱们共同参与了彼此的25岁。我妈催我，她是想趁着还干得动再帮帮我。其实不用的，她给我的已经够多了。小时候我是村里唯一一个有儿童牙膏的小孩，因为儿童牙膏比成人的要贵5、6块钱，其他小孩都没有儿童牙膏，也没有成人牙膏。我很早就知道牙膏是有草莓味的，我这一口好牙太适合啃老了。真怕爱上，别再为我做什么了。下班了，袁女士，讲到这，信不信？哎呦，打不过，这个啊，妈呀！教育真的太好了，护着这好。来，各位，锁票倒计时。投票通道关闭，再次掌声，感谢赵越带来的表演。
哇塞，很突然哈。不是这个表演是不对的呀，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深情啊？就是让你觉得哇塞，怎么我很少，极少，几乎是没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感受到这种迎面的这种暖流。刚才他说一辈子就是一年一年苦，马上想喷眼泪。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人通过你的讲述，看到了你的成长，也看到你妈妈她慢慢变老。我们就讲有喜有悲，所有都是大喜大悲。尤其是你妈妈干这个工作，她一定是大喜大悲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我真的很感动。是老师，是的。周深是你粉丝？对。哎。对，来录这一季之前，我之前就在网上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赵月，所以他的表演我就特别打动。然后今天看完之后，又感觉看到他的另外一面。但是他这些让打动我的点都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而且他是能够感受到爱的人，而且我感觉他是一直都很坚定的相信爱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当时在听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就感觉眼泪就是要出来了，但是因为人太多，我也不好意思哭，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打动，非常喜欢。然后我很好奇有没有跟你说，哎，你换头发了，还是原来那个头发好看？有人这样说过吗？有是吗？那你怎么想的？现在互联网上就是只要一有人发泰迪的，我这2年就看了无数个泰迪的照片，都说好像你，多可爱呀！我为什么说他头发？是因为有一次我之前看他演出的时候就很喜欢他的脱口秀，然后就在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因为小朋友们去看演唱会，他们会为了保护他们的听力，会戴那个大的那个降噪耳机，然后觉得哇，我们双向奔赴，赵月看我演唱会，然后一看不是他。我忽然感觉你们俩长得有点像啊。是吗？双向奔赴，赵月，我非常喜欢你的脱口秀，谢谢你。谢谢周深老师。来，鲁豫。我特别理解刚刚闫妮讲的，他会有那种大喜大悲、特别感动的感觉。我觉得刚刚赵月讲那一段，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电视剧在听，然后里面那个人物完全可以由闫妮去演。细腻啊，是画面感是这个，对，是吧？后来有一些地方你就会很感动。我觉得最后一句说话神来之笔，他说下班了，袁女士。对，他没有讲他妈妈的名字，但是也没有说下班了吗？讲的是袁女士，就是让这个人物从他妈妈的身份回到他本来的身份，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好的一个脱口秀的作品可以是这样，就前面你有很多笑的地方，甚至地狱笑话的地方，然后最后你可以允许我稍微感动一下，所以我觉得是个很棒的一部作品。是了，还是要格局要打开啊，对。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过分的话，如果是别的演员来说，就会让你觉得好残酷。但如果赵月这种气质上比较朴实和内敛的演员，就会让你觉得好像现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段子和你气质融合得很好。对，很真诚。谢谢。你很打动我，我就觉得有时候在舞台上最完美的呈现就是这个人的人格和他的文本和他的外形和他的性格，一切都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挺喜欢赵月的。其实他是一个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点笨拙的人，就说话总是低着头看着地板。这个有点。Hello 姐。练成了。这是我的新发型。感觉这是他人格的一部分。我特别害怕赵月跟我说谢谢，相处20秒可能就要对你说5句谢谢。太热了，我给月月扇扇。别，这是谢谢。没，谢谢周深老师。我跟赵月去饭店吃饭，他怕服务员给他倒水，他不喝，服务员伤心，把了一大杯水干了。赵月的脚受伤了，他在有观众的时候，他故意走的特别正常，然后没有观众的时候，他有时候突然有个瘸开。我知道他有时候在装，他不愿意给别人添任何的负担。你觉得你的性格和你的为人处事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妈是一个习惯忙碌、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你就会觉得妈妈很不容易，然后你不太想因为你让她遭受什么恶评，
如果你很红的，那很多人都会说，哎，你妈没有管教好你，怎么样？他本身就已经很累了，你再因为你在受到这些评价，我觉得不大好。想不想把妈妈带到上海来走一走？肯定想带她多转转，但第一先去北京，再看大海，多看看世界，再来上海。城市尚未觉察他的离去，土地就已知晓他的归来。害怕自己不能留在这个城市了。啊，加油加油，赵月也加油。来上海不容易，不待一段时间。下班了，袁女士。哎妈，哦，你没吃饭吗？这会儿？那没，哎，我这热不热？凉快着，因为有风。这两天在外热吗？有啊，他那个四川西部呢。各位，本轮的 PK 已经全部结束，我们请另外3位选手回到台上。他们4个人都很好，太难选了。哎，今天开场真的很好。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的是曹国和赵越的票数。张俊、曹国1比0暂时领先。我们请看曹国和赵越他们的分数是。哇！赵越199，曹国168，所以2组打成了1比1平。我都对我递进了。每组各晋级1人。哦，顶峰相对。哇！于是我们在比较完分数之后，哇！啊，这么接近！很遗憾，曹国和高寒要进入到待定。恭喜张俊和赵越晋级下一轮。放心日子，行，没问题，讲得特别好，特别好。好可惜啊，但哇，不然呢？如果比赛就是这样。张俊和赵越，请2位把自己的名牌插入晋级榜。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2轮 PK 关系。在第2轮，我们首先欢迎上场的第1组2位脱口秀演员小蝶、冯子豪。要和他们2位对战的一组，掌声欢迎史岩、小齐。别忘了。哇，这组太有看点了！我的天哪，这组要强到爆炸。分析的来形容你们的关系。我和我的老友，我跟史岩认识的应该是所有这届选手所有的应该认识最久的。刚开始我们都在沈阳嘛，我刚开始讲第1场开放麦的时候，他就在。他知道我当时有多土，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你好远房，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就来了，就小时候还尿床呢。而且是最开始单方面我认识他，我仰慕他，他就是我最开始的喜剧启蒙嘛。行了，可以了。当时我就觉得他是我们俱乐部的明星。谁家明星300块钱一场？那在我心里也算明星。他现在咋这么火了呢？咋火成这样了呢？我是不是有点高攀了？我觉得史岩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永远能保持自己的心态跟节奏。都不想跟你录了，打板儿。我说了吧，史岩姐来多好。然后马上比赛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向镜头展示一下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了。这2组当中，率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
去年讲了自己的出生，从小就命硬，让我们掌声欢迎来都来了的小蝶。大家好，我是小蝶。要和小蝶对战的这位演员，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变化。掌声欢迎史岩。大家好，我叫史岩啊。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完就今年上这儿来了，主要是听说这边去年播的挺好，我寻思来看看咋回事儿，反正你们好好整呗，你们，你整不好，明年我还回去。这个是梗啊，这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现在情商太高了，现在，我前一阵儿刚过完自己40岁的生日，这情商高正常，但是智力有点下降，前2天吧，在那个蜜啥啥城点了一杯水没给我，说没有尾号是6342的，我走出去2站地，找着另一家店儿，完才整明白，说这快递取件码取不了果汁儿。这智力下降吧，现在还打上呼噜了，有时候就感觉自己一个声音像一颗彗星似的，有尾巴，有时候笑着笑着吧。就这样的，最早发现我打呼噜的是我老公，这话说的，反正你说让别人发现，也不太合适，他说我影响他睡觉啊，让我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怎么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是没习惯女性发声啊？他就失眠嘛，失眠完说总梦见自己跟一个男的一被窝。我说怎么挺大个老爷们儿还害怕老爷们儿呢？给他买的褪黑素也不太管用，他说这玩意儿吃完耳朵也不聋啊。哎呀，睡不好，俩人睡不好，后来就分居了嘛。这是个好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当我们俩同时说出今天我睡沙发吧，那一刻，屋里的气氛都有点暧昧了。刚处对象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这都属于郎有情我有意了。我睡沙发吧。真的，这句话说完，不管你们的感情状态处在哪个阶段，都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太暧昧了，暧昧，振聋发聩。有人清醒，有人沉睡。比我的呼噜还响了80个分贝，这玩意儿写的太小品了。那能咋地呀？就讲，我都40了，谁能管了我呀？接不着上春晚的活，还不让过上春晚的瘾呢。现在我们家天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增加了一个抢单环节。我说今天晚上我睡沙发吧，别的，昨天都你来的，今天该我了，别跟我撕巴了。孩子在旁边看着呢。哎，说出来不怕你们羡慕。分居之后，
恩爱多了。现在我看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觉着他是我的crush。之前吧，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因为我睡着之后我听不见。一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在外地演出，演完出晚上坐卧铺回家，当时跟3个大哥分到了同一个包厢。我当时是下铺，就是印象当中比较容易被骚扰的那么个位置。我知道法治社会现在出现那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了，但是你知道女人一旦知道自己还有点姿色的时候，她心中吧难免就会升起那么一丝恐惧。他们当时放的确实也是很开，我这行李没放好呢，他们都光上膀子了。我心说，我说这有点危险，要不今天晚上就不睡了。我就一直坐到沈阳北，天亮我就下车了。后来呢，是被自己的呼噜给震醒的。不知道你们打没打过那种就是可以把自己震醒的呼噜？就是那种嗡一下子。我当时都不是给自己吓了一跳，当时感觉自己獠牙长出来了。睁开眼睛的时候，3个大哥已经穿好了。一人拿一瓶甜水在那坐着呢。这个画面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你们让别人给你守过灵吗？这3个猛男，穿戴的非常整齐，眼神当中吧，还流露了那么一丝疲惫和哀怨，同时还有一些难以置信。你就感觉他们之间互相怀疑过彼此，但是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真的是我这么多年做过的唯一一次不熄灯的卧铺。那天晚上大家都在保持警觉，3个大哥为我亮灯。反正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下车的时候，有个大哥跟我说：“他说老妹儿，昨天晚上这觉睡的挺外向的。”这也是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吃到外向的红利，就是换来了别人的内向。真的活了40岁了，突然明白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上女的怕男的。但是男的吧，他怕呼噜。之前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打呼噜这个事儿，我就一直觉得有点丢人。但是当我发现，就是我无法克服的这个缺点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我突然就放下了，甚至现在还有点窃喜了呢。真的，我知道讲完这段肯定能有人联系我说打呼噜能治啥的。我知道能治啊！我想说啥呢？就是当一个女人发生的时候，能不能先别说她有病啊？哼，这也鼓掌啊！打个呼噜上这高价值，脱口秀完了，脱口秀，谢谢大家。来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史岩。我太喜欢您了，然后我头一回听您说，我太喜欢您自个儿刨自个儿底的那些东西了。就是我还说一堆顺口溜，我说东北朋友们是爱押韵哈，但是自个儿说我这演小品呢，然后就是那种蔫儿的，然后自个儿吐槽自己，哇，那种感觉我太喜欢了，因为特别的傻。
就是他特别缺心眼儿。对不起啊，我不说这个词儿不太合适，但是因为我太爱吃这种缺心眼儿的梗了啊。就是一个很傻的东西，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可爱的一种东西，因为它非常的白痴，但是它非常又有智慧。一个白痴跟那个智慧的点碰在一起，那是人间的精华呀！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棒。我是因为我看完史岩的那个脱口秀之后，觉得哇特别的放松，就觉得他把我当自己人。是，我觉得这是脱口秀非常大一个魅力，就觉得哎，在跟自己的朋友在说一些事情，就完全可以帮你去放松掉你身上可能一些紧张啊、一些状态怎么样，所以非常吸引我啊。对我来说，这是线下嘛，第一次在线下看到史岩的演出，我觉得就是名不虚传。我总觉得好演员，他一旦演出开始，他会进入到一种状态，那种状态好像他被插上了羽翼一样，走入无人之境，非常的自信。刚才大老师讲那些，我也很喜欢，他自己破掉自己的一些地方，让我们可以完全没有障碍的去笑，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受到一些脱口秀的教育和关于喜剧的教育，就什么是高级，什么是好。我们内心会有一些障碍的，所以作为演员，此刻你帮我破掉这些障碍，我可以心无旁骛的笑，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作为他，我觉得那个节奏掌握的非常好，因为很多时候你慢慢的讲，你会怕场子可能不够热，对，人会本能的声音变大，节奏变快，对，他一直这么稳，而且能够 hold 住全场，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谢谢。苗苗老师。那个，你们俩聊天可以，就是感觉照镜子。我觉得史岩姐也是特别无辜，因为史岩姐其实比我入行早嘛，但是我上节目比较早，所以史岩姐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就总有网友说史岩姐在模仿我，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只是碰巧都是这样的人而已。然后今天是不是感觉也没有那么相似？就是。没事儿，这总有人认错，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放呲花，完让警察抓着了，他说这儿不能放鞭炮，鸟鸟。我说那个啥，我说行。那行，我放呲花没被抓着过。史岩确实在他之前的节目表现里，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我追你的节目，我一直在追你的所有的比赛的内容。我是招那个中老年男人的喜欢啊。哎呀！不是，史岩，你说的特别好，特别好。我想问一下，高寒，你乐成那样是原因是什么？我就是感觉史岩姐说这个中老年人，中这个字可以去掉。对呀。把话筒赶紧放下啊！再次感谢史岩的表演。我最开始特爱模仿他，我见他面就忍不住，嘿嘿。哎呀，他就是这样的，而在私下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喜欢他那种人格，做出那种暧昧，振聋发聩。468也太好了，468剧，而且很像我家亲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我说话太有意思了。就他那个段子是那种非常有灵气的东西，我们这个岁数能写出这种有灵气的东西很不容易，我跟你讲。那有啥用啊？它不代表观众啊，就只是收到了一些同行的尊重，呀，也挺好的。那你们这次来比赛有没有什么目的？哎呀，没来时候没说是比赛呀，不说这边交朋友啥的吗？就奔这个来的。学姐，我们爱你。史岩，看这儿，史岩就是我的大学，我给史岩拿一个。给我狗。当天去也嘛，当天分啊。开始排练了。多少新朋友变成老朋友。来，我们也请小蝶回到现场，看一下票数分别是
哇！恭喜史岩在这一轮占得先机，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请两位稍作休息。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是位00后，年龄不大，冲劲儿不小，掌声欢迎冯子豪。我和小杰当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命运怎么不把握在自己手里啊？看着陆陆续续的大家就有了对手，我就已经跟小杰说我们完蛋了，你知道吗07，大家都在那拱火，偷小七，我一摸出来的乒乓球写着7号，就是小七。又见面了，子豪。当年他第2名，被他狠狠的单方面殴打。昨天晚上就睡着了，但是在梦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没睡着，你没睡着。”今天我看了一下我这个手环，全是浅睡，深睡基本没有。睡觉没睡好，做一晚上梦，然后今天早上起床说洗个脸冷静一下，洗脸手是这样。早点顶完，早点顶钱。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掌声欢迎冯子豪。谢谢大家，我叫冯子豪，大家晚上好吗？谢谢，我今年24岁，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要面子，毕业给自己买了一辆2手车，买完很开心，但人和人的差距真的很大，你知道吗？我朋友过来给我泼冷水，他说你买个破2手车你别开心，你知道那个谁吗？人毕业弄了一个帕拉梅拉，我谁听了都生气。我说我买车跟他做减肥操什么关系？人和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帕梅拉。上网搜保时捷帕拉梅拉多少钱？人民币130万一辆。很好，你们的反应很平静。要对钱有概念，各位，130万，天文数字。我大学4年一共攒了1万块钱。我去买车，车贩子嫌少，他说哥，这样你添点预算，98800。你买这辆车，哦呦，跑得快。我说我不要，哦呦，跑得快。你去给我找一辆，我去还能跑。他带我看了他们的镇店之宝，一辆2008年生产的捷达，一辆退休的出租车重新喷的漆。我说哦，这个有点侮辱人了。我就往死里砍价，我说你这个车1万卖不卖？车贩子看着我，哥7000你开走。那就是我人生第1辆车，7000块钱买回来开着，发现跟130万的车还是有点区别。各位，130万的车买来第2天不用进维修厂的。我买来第2天开着感觉不对，我就开去维修厂，师傅给我检查，他说孩子这个车18年了，2个刹车盘磨碎了，你得全部换新的。我给我吓惨了，我说全换新的得花多少钱？45。45刹车盘，我害怕。我在旁边拿手机搜，我说保时捷帕拉梅拉刹车盘多少钱？搜到了7000块钱一副。我的车钱，啥意思？保时捷刹车的原理就是塞一个捷达在下边磨。生气修车，你不知道啥会坏，那个倒车灯坏了，就是挂上倒档后边会亮那个灯，
年代太久远，这种小配件找不到原厂配件了，啊，给我从网上买了一个鬼火少年的改装件，商品名叫老捷达超亮流氓倒车灯。我说什么叫流氓倒车灯？是我挂上它的时候，它会对着后边的行人。我说我觉得你这个灯是不是有点？他说12块钱，我说装上。装上就装上，谁也不会检查这种安全配件。当天晚上就忘了，带着我朋友去商场吃饭，在停车场倒车。我说你下去到后边帮我看着点。他下去到后边，我挂上倒档，后边天亮了。我朋友气疯了，捂着眼睛到主驾驶来找我，说兄弟你这车厉害，后边装了个浴霸。修啊，你都不知道这个车坏什么东西。这个车刚买来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它在加速的时候会不受控制的往右跑，我都不知道。我是有一天在高架桥上，右边有一个下桥口，导航说请保持直行，我踩了一脚油门下去了。给我吓一跳，给后边车都吓一跳。后边车生气了，加速上来把窗户摇下来骂我，说：“哎，怎么开的车？变道不知道打转向灯吗？”我心想，还打转向灯？我都没打方向盘。很害怕，抓紧上网发帖子问我刚买了一辆二手车，会不受控制的拐弯。收到了一条让我困惑的评论，他说没事儿，原车主回来了。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买这辆车原先是为了见人有面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这辆车以后，我现在不太敢见人了。毕业之后入职当了一个老师，第一次团建嘴就比脑子快了。有个女同事家离得比较远，不太方便，我说哎，我有车，我接你吧。他很开心，他说：“哦，冯老师买车了，什么车？”我说：“少打听。”但是人很焦虑，抓紧时间回家开车，路上就在拿手机搜怎么让一辆老车看上去不老。各位，我发现我这个车真的突破了大家对老车的认知了。人家网友有办法，说很简单，你把同事坐在副驾驶能看见的地方全部擦干净，啊，就比方说那个中控台、座位，还有窗户升降的按钮。我那是个摇把。这个玩意儿还有擦的必要吗？他看见的时候就说明一些问题了吧？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呢？我说你抓住那个，我抓住这个，咱俩一块摇。我很焦虑，我知道他看见摇把就知道这是台老车，我多虑了。他在车外边就看出来了，站在车外边敲我副驾驶玻璃，说冯老师。车不错，就是得18年了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往后看，我就往后看，发现我车后窗玻璃上贴了一行白色的小字，写着与一汽大众携手为北京奥运喝彩。这段段子就结束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上车，我们就去那个团建的地方。一路上我们真的很安静，因为我的车里真的很吵。同事很有礼貌，要不咱听个歌，冯老师？我说可以，你把前面那个扶手箱打开。说啊，蓝牙在扶手箱里吗？我说磁带在扶手箱里。磁带往里放，他也不会放。我很着急，我也没法帮他，因为我手一离开方向盘，车就往右跑。我就抓紧提醒他，我说你往下放，上面那个是以前打表的。放进去就听歌，听了几首我就停了。同事很害怕，是不是给你弄坏了，冯老师？我说没有 ，A 面听完了，翻 B 面。
同事很困惑，问出了那个他终于想问出的问题：冯老师为什么买这辆车？我要面子，我说我喜欢老车。我说完我都想扇我自己。我喜欢老车，我怎么不买辆08年的帕拉梅拉呢？那是我想喜欢吗？那有钱的人家喜欢什么就能拥有什么，那我这样的只能拥有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办法，我很焦虑，但那天团建没结束，就这个事儿已经传开了。传开了，冯老师买车了，听说了吗？什么车？烧油的是烧电的？不知道，说是铅笔驱动的。讲到这儿，谢谢各位，冯导，拜拜。喜欢冯子豪的表演，抓紧投票。再次掌声送给冯子豪。他的表现特别好，我一直在笑，现在嗓子有点哑了。然后到后来我是有点小感动，就是你就觉得哦，24岁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他就想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啊！你长大以后，你就应该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不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在我们长大以前，你做所有的事儿都是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瞬间你就会觉得哦，我当年好像也是这样的，那种共鸣感，就觉得啊，笑过之后很感动。子豪老师的那个铺垫写的特别细致，就是有一个场景不是安了倒车灯，然后把朋友照得特别晃眼嘛，然后他前面特意铺垫了一个哦，当时安上这个配件我也没有挨个检查什么的，所以后面的场景才能有一种很吃惊的氛围。就是我觉得整篇稿子都很完整很细致，就很了不起。感谢，谢谢。刚你要讲特别对，非常细腻。他中间，你看他24岁那么年轻，他在讲哦，放 A 面，然后 B 面，那瞬间那个年龄感、时代感全都回来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特别神奇。我能稍微补充一句吗？放完 A 面放 B 面，如果 B 面不能响的话呢，我中控台还有一根铅笔。对，所以他后面就讲是用铅笔驱动的。哦，去倒那个东西是不是？把它卡出来，把它给卷一下。所以最后是一个铅笔的那个，但是我忘了这段词儿，我没讲出来。我今天太紧张了。我说没有 ，A 面听完了，翻 B 面。哎，你看，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那个磁带那个过来，所以我就给脑补了。但当时我意识到你说那个铅笔驱动的时候，现场笑声没有那么的大。我的错，太紧张了。但其实没事，真的是瑕不掩瑜，非常棒的一段。感谢，谢谢罗宇老师。这让我想起来，我们班同学以前听磁带的时候 ，A、B 面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听完 A 面在床上这么听 ，B 面的时候然后这么躺着这么听啊，不是他自己翻译 B 面，哎，我会从他上看到我羡慕的点，哎，因为我会在想，是我在他这个年纪，我站在台上去唱歌，我真的没有像他这么稳，而且他自己都说自己紧张，但我感觉他刚才哪怕是无论任何地方，他哪怕忘了铅笔那个点，但是完全我是没有感受出来的，是，对，所以我是从他身上我会觉得哇，好羡慕，就是一个人在台上他可以这么的。稳健，对，他会这么的稳定，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因为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脱友嘛，我就感觉到其实压迫感挺强的，对，因为所有的反应都是非常即刻的，你万一你这一下，哎，跟你心中的预想不一样呢，会不会打乱你的节奏？但是我觉得完全他非常非常稳，所以我觉得哇，非常喜欢和羡慕，所以就拍下了这个灯。谢谢。有句话特别戳我，那句话也特别的对。你说一句话，就是说喜欢什么就拥有什么，但是你现在拥有什么就喜欢什么，你已经活在结果里了。因为越到后边，幸福的标准就是你拥有了什么你就喜欢什么，而不是你喜欢什么就叫拥有什么，因为那样是永远你不会幸福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棒的，那一刻你感觉是一个无奈，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升华，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啊！感谢，掌声送给冯子豪，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来，子豪回到位置稍微休息一下。要和冯子豪对决的这位朋友，他去年在节目里取得了他学习的时候从来没有取得过的好成绩。掌声欢迎小齐。